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主编。思敏好，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聚焦在中东的情势。首先，我们今天的焦点话题有3个，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回答。火线话题第一个，加萨现在已经打了2年的这一场战争，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6.5万人丧命于战火之下。纳坦雅胡下面政府的财长却在这个时候手上拿着1万的地图，在谈他的房地产的发财梦，到底怎么一回事？相当的讽刺哦。等一下也会来关心第2点，联合国大会现在集体逼宫了，欧洲国家，而且是非常多个欧洲国家集体都倒戈，承认确实有巴勒斯坦国，他们承认它可以建国。不过这个时候会不会让美国跟以色列陷入在国际的孤立当中呢？这是第2点。第3点来看，现在中东国家也团结起来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之乱的局势之下，阿拉伯北约成型？那这当中由巴基斯坦引进的中国大陆的军火，趁这个时候挺进，有没有可能由北京来带头，中东国家组织成这个复仇者联盟来对抗美国跟以色列的势力呢？今天就这几点，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分析。我们先来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是以色列针对了加萨地区跟黎巴嫩南部在进行双重的战火打击。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它持续的进攻加萨地区，展开了不管是针对高楼或者是针对地面的攻势，同时在做进行。这一波攻势是一共造成了60名巴勒斯坦人又再次的丧命于战火之下，并且从8月初到现在，在这个加萨地区的高楼已经有超过1800栋的高楼都被摧毁了，包括难民所需要的上万个帐篷，也从8月以来计算到现在，有上万帐篷也都被摧毁了。另一头，以色列双线开战的地区，还有黎巴嫩的南部。他本来的目标是要击杀真主党的成员，不过后来是造成了一共5个人死亡。这一场战火2年到现在，导致6.5万人身亡，多数为平民，而且更多是妇女跟孩童。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最新动作，刚刚提到了，看到这张照片哦，他是以色列的财长，他现在呢就是人在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耶路撒冷郊外举行记者会。在这边谈他的房地产宝藏梦，他说他现在呢正在跟川普政府展开磋商。在记者会上，他也展示了这个是他的1万计划地图，规划说接下来要在约旦河西岸这边建造一共是3400套的住房。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国际怎么做反应呢？我们也来看。首先，法国他说将会在本周会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面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有了法国的加入，再加上先前同意的这些，不管是英国、加拿大跟澳洲等国，全球现在有145个国家，占全球4分之3的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了。就在此刻，《华尔街日报》也正式做了一个分析。他说，现在西方对抗以色列的政策已经出现了这个叫做历史性的转折，也代表美国跟以色列未来会陷入国际的孤立当中。当然了，在此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不会软弱下来的，他也公开做了一个反击。他说，绝对不会有巴勒斯坦国，我们将会继续沿着约旦河西岸这一条路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扩展我们的土地，不得并吞。要并吞这个地区。那么国际也做了一个警告，英国的外相在这个时候警告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得并吞西岸区域。在这个时候，又有阿拉伯世界集体的团结起来了。他们说，现在恐怕要在酝酿的就是类似于阿拉伯版的北约国家，正在酝酿在阿拉伯国家当中。那么类似的军事联盟对抗就是以色列跟美国。巴基斯坦也在此刻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说，或许我们可以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军火供应商，把中国一起拉进来。尤其现在要特别关注的是，在93阅兵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展示，不管是它的核飞弹或者是高超音速武器，
都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高度关注。其中特别在这几天，这是来自于中东媒体做了一个最新民调，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正在明显的上升当中。所以大家也在看说有没有可能中国来带领这个中东国家一起组织所谓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呢？不知道大使怎么看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夺走刚刚说的65000条人命？不过以色列财长在此刻却在讲他的伊万地图，做他的发财梦。我们也要关心说，刚刚提到的纳坦雅胡硬吞了西岸，会如何改变这一场战局呢？联合国这一次如果表态承认巴勒斯坦，就能够逼得美国跟以色列就范吗？大使怎么看？基本上从以色列的角度上来看，大概就是说，应该算是革命情势一片大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就是靠美国打天下的。那他上一次内塔尼亚胡到白宫就说，川普总统啊是在白宫做总统的所有的美国总统里面对以色列最好的一个总统。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啊，那个以色列做什么，美国都照单全收。而且呢，继续售武器。最近美国还通过一个60多亿美元的一个军售给这个以色列的计划。所以我想，就以色列就内塔尼亚胡来，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时机。那要做什么呢？就是建立大以色列国，起码把这一些这个加萨走廊还有约旦河西岸的这些残余的虽然有数百万啊，这个巴勒斯坦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啊，他把它解决掉。这个你会觉得是不是有点疯狂啊？我跟你讲，事实上他就在这样做。所以你像以色列这个财政部长说啊，要盖3400座这个住房。你知道，也就是在这个英国、加拿大、澳洲啊几个国家宣布说，我们要在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那个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给予正式的外交承认后，内塔尼亚胡上电视。讲得很简单，他说虽然有国外甚至有国内的压力啊，要我们怎么讲呢？这个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他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绝对不会让恐怖主义的国家成立，而且他警告西方国家，他说如果你们要这样子一意孤行的话，我不但不会承认这个。不会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我还会在约旦河西岸把犹太人的诚恳需要成倍的增加。这就是他讲话以后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你们等着瞧，我现在呢，我要去美国访问。内塔尼亚胡他要去美国去一趟，跟川普见一下。他说我访问以后，我会采取具体的行动，让你们知道这个后果，让你们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做法的话，是逼着我非要采取绝对手段的这样的感觉。那回过头来就是说，他的底气为什么那么硬？就是川普支持他。那川普支持到什么？这一些英国啊、法国啊，还有这些他的盟友啊，这些欧洲盟事前就说我要承认巴勒斯坦，美国已经警告过他们了。美国说你不要这样干哦，你这样干我不同意哦，你是我的小弟，要听我大哥的。这些国家都不同意。本来可是问题，美国的恐吓还是有一点效果。有2个国家本来说要承认的，现在突然说我们再考虑一下。你知道是哪2个国家吗？一个国家叫德国，一个国家叫日本。就在这一波，这些美国的盟友成立巴勒斯坦的时候，美国出面劝阻以后，只劝阻下2个国家。那这2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做？不晓得。可能就是说他们国内的美军驻军还是比较强，怕美军这个发火了这个动起武来，大概是有点畏惧美国。不过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加萨走廊的问题现在不但带动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重新改写，结盟态势重新改写，也造成了全球的一个权力平衡也在快速变动当中。那这个是对美国是福是祸，对以色列是福是祸。我认为应该是灾难性的结果比较多。
因为世界已经不站在他们那边了。好，确实哦。不过在接下来就是这周会举行的这一场联合国大会，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总之他们都会投下反对票。那刚刚特别大使提到的德国跟日本现在还在思考当中，代表联合国还是拿美以两国没辙嘛？干哥有怎么看？那德国因为历史的因素，坦白讲一句，他很难去同意这种事情，也就是说承认巴勒斯坦国，因为他对于以色列的历史责任还在，所以在道德上面的话，德国很难这样做。日本不用讲了，因为日本它本来它一切要以美国的政策为依归，这个是走到哪里都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可是要注意到，就是法国也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国了，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加上你说大英国协这些大英国协国家老实讲，在全世界它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英国、加拿大、澳洲，那一定包括纽西兰。所以国协国加入了这个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对于加沙走廊应该立即停火的这种决议，我是认为说对美国有相当的影响。虽然美国在安理会还是动用它的否决权，14个国家，安理会14个国家都已经投了支持就是说要立即停火，结果就一个国家反对，他一反对大家都闭嘴，他就是美国。只要美国说不，我否决了。任何再多的话，所以驻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大使他就说：“你们有听到暗夜我们的儿童在哭喊的声音吗？”他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传神，因为这样讲就够了。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屠杀我们的青年跟儿童？有时候你觉得65000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可是你要知道，从开战到现在以来，已经快满2年，竟然已经死了65000人。很多人死在医院里面，不是医疗器材不够，是医院被飞弹炸中了，对，连躲到医院都不安全。我觉得以色列的屯垦区真的，他说展示10000计划，要盖3400栋大楼。内塔尼亚胡，我觉得你现在到底知不知道民心的向背？而且有看到中国是说他的93阅兵有很多的武器。这样上来，因为这个阿拉伯青年开始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好感。那但是这边我必须要点出这一点，就是说，我今天必须要说实话，中国跟以色列的合作非常密切，那所以巴勒斯坦或者是这个穆斯林青年，你们要认为他可能中国跟这个会非常的支持加沙这件事情。恐怕要打一个问号，因为那个叫做国际现实。中国最早的空对空飞弹是由以色列人协助建立的，那他们的合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所以在国际议题上，中国不可能太表态。他虽然说他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但他跟以色列的来往也不会停止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那如果中国没有办法成为带头者，那所谓的中东自己的复仇者联盟有没有可能自己成型呢？上这个又怎么看？我想中东终究会自己成型，但是这里头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是中国。我想其实现在在我们看中东地区当中是这样子，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舞台剧，现在真的主角就是以色列跟他打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但我们知道，这个舞台剧里头真正背后有力量的监制、导演、编剧。那么这些角色你看都不是中国，中国比较像是制片，就跑来跑去，互相穿梭一样，但也有影响力，影响一下编剧，影响一下导演。现在我认为中国角色是这样，而且中国不会去当大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想长久以来，中国对于中东当中竞选的角色都是赋能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中东很多派系，阿拉伯太多派系，而且在听命美国的，然后美国现在在头分化，所以中东是很破碎的。所以中国其实过去是透过市场，包括军事赋能这一些阿拉伯国家，然后跟他们开始产生沟通，产生信任。我想这时间非常非常长，一直到这几年，它的赋能的方式是用科技赋能。中国科技起来了，所以它科技在市场、军事、基建各方面的输出，我觉得这方面看起来这几年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的信任更多，所以中国也慢慢的介入一些政治、外交上的这一些协调，我不要说统筹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中国不会当大头？因为中国在中东的总体战略一直很清楚、不模糊的。因为这里头到目前为止，导演监制都是美国，
美国要东要西，现在包括挺以色列，你也拿它没辙。所以在这过程里头，那中国要什么？第一，中国要能源。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部分要长久供应，这跟是美国主不主导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个，中国要打破美元主导的地位，所以去美元化或者是人民币交易，不是人民币独尊哦，而是大家可以用人民币交易。第三个，中国大陆其实要的是多边主义，去美国中心化这个大架构是要未来要一直走下去的。阿拉伯国家扮演非常重要，无论阿拉伯国家团结或不团结，这个去中心化需要阿拉伯国家。第四个，中东有钱，所以长久以来也是对中国市场的 buyer 买的，所以买什么呢？买到贵到基建，便宜到土特产都买。我举这个例子，在先前很多资金退出中国的前几年，在香港示威的时候，华尔街资金走了，谁补上来？穆斯林资金。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里头的占的地位跟他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好，那如果阿拉伯北约不会由中国大陆主导的话，那是否这个至少是武器上面，其实未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阿拉伯北约，会主要使用中制武器来带头这个复仇者联盟吗？那孝瑋哥又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连这个部分也不容易啊。当然说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他很希望能够扩大他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武器销售面，而且你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包含像这个阿布达比防务展或是那个杜拜航空展，中国大陆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啊。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里面，因为毕竟就是说主要的大的系统，就是说大的国防系统，包含像战机，然后这个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等等会可以让大家彼此间可能因为拥有了这些武器而和平共存的，基本上它是由美国所提供的。而且美国所提供的武器之后，其实美国往往不是说只提供给你武器，美国提供武器，它背后其实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如说那个同盟的这样的压力。所以就是你都买了美国武器的这些国家们，基本上你说要能够互相打起来，大概也很难，因为其实美国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外交上的这样一个限制。譬如说，今天最简单的如果是今天我们以亚太地区的这个例子来说当初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广大星号渔船的这个事件美国基本上就强烈表达了台湾的这个 F-16战机跟美造的这个舰艇不应该这个用在对付美国自己的盟友身上。其实这一套的这样一个逻辑，在中东一样也是相同的。所以你说今天中国大陆它的确它也非常希望它的武器能够在中东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它有一部分有些美国不卖的这些系统，它的确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譬如说像沙烏地阿拉伯当初就是为了要跟我们中国大陆买这个东风这个弹道飞弹，所以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了。那除此之外，而且还有就是说包含一些这个反正美国不卖的武器。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类似针对像哈马斯这一类这样的组织轻兵器跟资金的这样的支援，这个部分来说北京也在做，但美国反而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是完全不碰的。但是借由我们刚刚讲的，透过资金或是轻武器，然后来支持这些地方的这样一个武力来说，整体来讲它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大同盟的这样的态势。所以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看到上次你看卡达被炸了，但你看卡达被炸到现在有什么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反制作为吗？也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大局还是美国说了算。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